在荒山上打造一个生态池塘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池塘打造好后，1年的时间，除了遇到了野生的翠鸟、鸳鸯，还有苍鹭，想保护好池塘里的小鱼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天气慢慢变热后，池塘里的水太肥了，藻类又大量的滋生。这次昆商带来了8斤田螺，它们不会吃水生植物，但是会以藻类为食，希望它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很多人担心池塘滋生蚊子的问题，夏天一到，蚊子变得非常讨厌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哪怕只有1只蚊子飞来飞去，也会让人睡不好。池塘里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看一下水面，很多小鱼会跳起来捕捉蚊虫。昆商不担心蚊虫的问题，它们在水里产的卵越多，鱼儿的食物也就越多。有时候水面掀起的涟漪就是小鱼在吃虫子。池塘里有大量蚊子幼虫孑孓的天敌，像泥鳅和水菜都喜欢吃蚊子。池塘边的太阳能灯在晚上就会亮起来，水面上会吸引来很多虫子，这也给小鱼们加了餐。为了不让苍鹭吃掉更多的小鱼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把池塘的鱼都捞出来，那就是给鱼更多的躲避空间。这次昆商带来了一袋金鱼藻，让它们大量的在水里生长，即使在冬天也不会死掉。同时买来的还有荷花和铜钱草等水生植物，这些植物生命力很强，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大量繁殖，让池塘的小鱼数量不减少的第二种方法就是继续添加小鱼。之前加进去的锦鲤有几十条，现在水面只能看到7、8条。这次昆商又买了30条锦鲤，一起给它们扔进池塘。有几只锦鲤刚刚来到陌生的环境，还有一些盲眼。对抗苍鹭的第3种方法就是买一只苍鹭，这当然是个假苍鹭，和稻田里插上一个稻草人来防止偷吃的野鸟是一个道理。简单组装起来，3条腿站得更稳了。这是根据实际物体1比1复刻的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。把它放在上次苍鹭出现的地方，用石头压住，防止逃跑。半个月后，苍鹭没有再出现。池塘边种的这几棵大树，昆商又有了新的想法。首先修剪掉一部分，让专业人员修剪，尽量减少对树木的损害。接着在树上钻一个小钉子定位，在这里用电钻钻一个13厘米深的孔。你能猜出这到底是做什么呢？在孔里插入一个螺栓，在相邻的另外一棵树上也同样安装2个一样的螺栓，这是在为树屋打造基础。把焊接好的钢结构固定在螺栓上，在这个平台上打造树屋就比较简单了。树屋的屋顶和其他部分在工厂提前制作好了，只需要像搭建积木一样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就好。木屋建设的同时，池塘的维护也不能停，苍鹭的防护工作做得很成功。这次昆商带来的是2个大袋子，里面的鱼也很大，是5条50厘米的鲟鱼。这种养殖的鲟鱼大部分都是食用的，昆商觉得这鱼挺酷的，想把它们养在池塘里。之前放进去的几只小鲟鱼也有伴了。3天后来观察池塘，水面的鱼明显多了很多，色彩缤纷的锦鲤在水面游来游去，旁边还有很多小影，但是看不到鲟鱼的影，它们在哪里呢？把摄像头放进水下看看，水下的景色又不一样了。在没有野鸟们骚扰后，鱼群变得大胆起来。这里还发现了很多小野鱼的鱼苗，它们遍布在整个池塘里。这些小野鱼好像很喜欢吃藻类，看了很久都看不到前几天放的鲟鱼，可能池塘太大了。我们换个位置再看一下，好家伙，鲟鱼没找到，倒是看到了一闪而过的黑鱼，喜欢在晚上活动的黑鱼，白天基本看不到它。没想到它长得这么大了，比放进去的时候大了1倍。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小树屋建好了，照明也已经安装好，里面的灯透出了温暖的黄色，非常漂亮。顺着楼梯爬上去看看，在树屋上可以听到池塘里潺潺流水的声音。房间里有一个烧木头的小炉子，墙上有一个空调，透过上面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。在阳台上可以偷偷观察池塘，当池塘的水位下降时，石头上的藻类会露出来，非常难看。怎么清理它们呢？昆商找出了洗车的高压水枪，打开开关，压力非常大，用它来清理石头上的藻类怎么样？果然很轻松，藻类很容易就脱落了，而且非常解压。这块石头也来喷一喷，洗干净的石头好像新的一样。对比一下这块洗干净的石头和旁边长满藻的，感觉不是一个画风。
木屋旁的小池塘里繁殖出了大量的蝌蚪。昆桑想让女朋友铁锤给蝌蚪们带来一顿难忘的大餐，让铁锤把鞋脱了，把脚伸到这池塘里，来个蝌蚪足疗。一开始蝌蚪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脚丫子，泡了10分钟后，一些蝌蚪闻到了味道，都跑过来趴在脚上啃了起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量的蝌蚪跑了过来，比想象的还多，拿着当五花肉了。旁边的青蛙妈妈都看傻了。当我们把手伸进鱼缸的时候，小鱼小虾也会过来把我们的死皮吃掉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吧？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上次说到，昆桑在荒山上打造一个生态池塘，在对抗苍鹭成功后，池塘里的小鱼吃得圆圆鼓鼓的。在没有天敌之后，它们就没有了警惕心，池塘里的鱼变得越来越多，这样下去很危险。昆桑在繁育中心买来一只人工养殖的野鸭子，它在这里和2只乌龟生活在一起，非常可怜。这次昆桑决定带它回归大自然，不过他的表情好像有点怀疑，是不是以为自己会被卖到某个饭店？经过了2个小时的车程，来到了荒山上的池塘边。野鸭子在环顾周围，它在找什么呢？找饭店呢？他好像在怀疑鸭生。慢慢的，他走到了池塘边，把它扔进池塘里。奇怪的是，这些锦鲤也跟着野鸭子游了起来。坏了，难怪之前的鱼会大量的减少，这些锦鲤脑子不太好使。不会之前的鸳鸯和野鸟来的时候，锦鲤们也会主动送上食物吧？野鸭子看着眼前的场景，陷入了沉思。除了野鸭子，昆桑还会下地笼到池塘里测试一下小鱼们的智商。不过这捞了个寂寞，只捞到一条小泥鳅。再放一个捕鱼装置，抓到的也只是一些小卡拉米。测试小鱼智商的第2步就是提高鸭蛋的孵化率。之前孵化的10个鸭蛋只孵化出了2只小鸭子，还有1只夭折的，孵化率太低了。这次还是孵化10个鸭蛋，让野鸭子自己来孵化，成功孵化了9只鸭子。为了训练野鸭子的野性，昆桑买来100只泥鳅，让野鸭子逐渐适应野外的环境。昆桑还没来得及跟野鸭子介绍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看来这美味的泥鳅已经让他暴露了本性。9只鸭子慢慢长大，得训练它们吃野味了。拿出1只小蚂蚱，这些鸭宝宝既想吃又害怕的样子，非常可爱。有只鸭宝宝以为地上的东西是蚂蚱，结果吃了一嘴鸭粑粑。除了吃虫子蔬菜，昆桑还拿了只甲虫给他们，他们好像还不想嗑瓜子。昆桑准备了一个大鱼缸，让小鸭子们提前适应池塘。1个半月后，小鸭子们长大了，把它们带到池塘边。他们看到池塘里的锦鲤，怎么不下水呢？可能还是太胆小了。不过他们围在池塘边看风景，可能也非常向往这里。有2只小鸭子被挤下了池塘，在疯狂的求救。好吧，看来想让鸭子来控制撒鱼的数量还为时尚早。池塘建设好这么久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昆桑没有人为的插手，池塘呢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系统，内部生物互相制约，互相影响，只是通过水下拍摄，看不到全部鱼和生物的状态。这次昆桑打算重新安装一个过滤器，顺便看看池塘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首先抽水，池塘深2.5米，先排出1米的水，水面上已经长满了水生植物。如果把它们放网上卖掉，可以卖不少钱吧。池塘底部被水生植物的根系占领，池塘边的石头缝隙里除了有松果，还有落叶。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小螺，以藻类为食的生物到处可见，还有大量的田螺。一种水生植物的大量生长，也会让别的水生植物失去生存空间。这些水生植物得去除大部分。在寻宝的过程中，还发现了一只河蚌，活得非常好。虽然露出水面的叶子很快就会干枯，但这些水生植物根系发达，必须手动拔掉。除了田螺还是田螺，它们藏在阴暗的角落或者植物的根系处。池塘里落叶不多，基本上被微生物分解或者被食藻生物吃掉。在处理植物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大家伙，一只巨大的河蚌，比手掌都大的一只。把它放回水中继续繁殖吧。远远的望向水面，水里出现了一个东西，好家伙，好像一条水蛇，会吃鱼和青蛙，而且还不是一只。不过好在这个品种没有毒，即使是被咬了也没有什么危险。
大部分水生植物都被去除，留下的根系也会再次长出新的叶子。经过了长时间的清理，池塘干净了很多，再次给它加入新水，一次池塘的大型维护就结束了。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3年前，昆桑在荒山上打造一个生态池塘，维护池塘的第2年，昆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。山谷的小池塘里出现了大量的蝌蚪，这给附近的青蛙提供了生存环境。除了蝌蚪，里面还有一些蝾螈卵。看来这小池塘的建设对生态环境还是有一些帮助的。那么这些小蝌蚪吃什么呢？昆桑给他们准备了一块五花肉，每天吃难吃的绿藻，偶尔补充点蛋白质也不错。把猪肉扔到池塘里，大部分蝌蚪还没闻到肉的香味。在他们的世界，天上突然掉下了一块肉，他们可能觉得在做梦吧。五花肉很快吸引了大量的蝌蚪。不是，你俩在这干啥呢？昆桑没事的时候就会在池塘边喂锦鲤，看着锦鲤们吃得嘎嘎香，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。池塘的水流向山谷，有一个溢流区，这里也种上了一些水生植物，不过里面长了很多藻，应该怎么清理它们呢？昆桑买了30只螃蟹，问题来了，一只螃蟹有8条腿，那么你一顿可以吃几只？把螃蟹一个个的放进水里，它们是杂食性的，可以作为池塘生态食物链中的一环。2天后，昆桑给山谷的小池塘里带来了一些青姜。和普通青姜不同的是，这些比较漂亮，这些是官贝青姜。这个山谷里有蝌蚪和蝾螈，加上这些小青姜，可以让小池塘里更加热闹。同样，在小池塘里也加上一些水葫芦，可以给小鱼提供躲避的空间。为了学习维护池塘的经验，昆桑来到古代的建筑群里，这里也有一个池塘，长10米，宽5米。古代没有电，古人是怎么养鱼的呢？奇怪的是，这个从古代就有的池塘已经几百年了，里面水清鱼亮，底部绿油油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用手捞一些看看，是大量的石藻。看来藻类对池塘里的鱼来说也是有帮助的。当然，这个池塘也经过现代手法的改造，在隐藏的地方设有过滤槽，和鱼缸的底部过滤一样的道理。过滤槽分为几个不同的过滤格，可以放置不同的滤材，通过大量的滤藻吸收营养物质，加上滤材的物理过滤，把古法养鱼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。忙碌了一天的昆桑回到池塘小屋后，等待着的是女朋友制作的美食。水煮土饮的时候，就会被困在地笼里出不去。昆桑想看看这个地笼可以在自己的池塘里捞到多少鱼，把地笼扔进池塘里，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了。1个小时后，昆桑来观察地笼，里面有东西在动，倒出来看看。好家伙，一条鱼没抓到，只抓到一群泥鳅。在自己养鱼的池塘里抓鱼还挺好玩的，至少不会空军。把它们再扔回去，除了大泥鳅就是小泥鳅。这里还有只大蝌蚪，已经长出了后腿，也给它扔回去吧。仔细看了一下，地笼里面还真的有条鱼，是只斗鱼。之前放进去的斗鱼居然还活着，颜色很漂亮，而且喜欢吃虫子，把它也扔回去。地笼的角落里还有只麦穗鱼，号称水中小强，非常常见的一种小野鱼。看来一些大鱼，特别是锦鲤，对于狭窄的地笼不太敏感。在喂锦鲤的时候，看着平静的水面，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个黑影在旁边悄悄地露出头来，这还挺吓人的。原来是那条黑鱼，几个月不见，它长得更大了，比锦鲤大得多。刚刚放进池塘的时候只有15厘米，现在看起来大概有40厘米了。有时候它会突然出现在岸边，好像根本就不怕人。在观察池塘的时候，水边发现了2只蜜蜂，山坡上种了很多植物。昆桑决定做几个蜂箱，一是可以吸引一些野生的蜜蜂，等它们大量繁殖的时候还可以吃蜂蜜。之前整的蜂箱在经历过台风后，蜜蜂都被吹跑了，这次用木头重新做一些新蜂箱，在蜂箱内部涂抹蜂蜡，可以更快的吸引蜜蜂住进来。把蜂箱放在山坡旁边，不久后应该就会有很多蜜蜂了吧。1个月后检查一下蜂箱，蜜蜂没来，蜂箱里出现了一个马蜂窝。好家伙，他们倒是在蜂箱里安家了。这个马蜂窝已经建造了一段时间了。巢里那个小白点就是带黄蜂产的卵吧？这些带黄蜂会吃飞蛾和蝴蝶的幼虫，但是也会骚扰蜜蜂。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。
昆桑决定继续观察他们，既然要做邻居了，那得先给邻居送点礼，切一块五花肉给他们。马蜂们还挺喜欢吃的。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3年前，昆桑在荒山上打造了一个生态池塘，2年半后，池塘有什么变化了呢？新的轮回开始，藻类仍然是占领了小池塘。看看这个小池塘，水里都是绿藻，鱼儿可能都没有游泳的空间。水面上呢，可以用手直接捞走。水里的这个虫子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蜻蜓的幼虫。除了绿藻，还有大量的青蛙卵。看来这里变成了青蛙快乐池。看一下水下的感情，水下也满满的都是绿藻。那么怎么除藻呢？昆桑决定还是使用生物治疗的方式上大虾。这次昆桑在菜市场买了1万只黑壳虾，先用冷水帮他们过水。本来要变成菜肴的他们，马上要面临艰巨的任务，吃掉美味的藻类。不过菜市场买的这虾有很多死了，把发白死掉的过滤掉。小虾们从天而降，有的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在黑壳虾大军对抗藻类的同时，昆桑也没闲着，除了之前养的一群鸭子，专门在山坡上打造了一个小池塘，给鸭子来游玩。围绕着这个小山坡，昆桑想打造一个农场。除了鸭子，昆桑还饲养了鸡。这种波兰帽子鸡头上的羽毛好像戴了一顶帽子。这鸡好看是好看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想打造一个像样的农场，当然还少不了小矮马。小矮马是买不起的，只能买这小矮驴了，跟驴子一起买来的。还有2只绵羊，这么肥的绵羊就叫它们羊肉串吧。羊肉串非常温顺，喜欢让人给它们挠痒痒。来到农场后的第2天，昆桑觉得这些小宠物能不能适应荒山上的生活呢？当昆桑来到饲养棚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幕，看来这小矮驴适应的不错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它们就会从山坡上跑下来，在池塘边奔跑，吃野草，给它梳理一下毛发。这一点都不比小矮马逊色，就是它们太适应了，老是上演动物世界的画面。我们还是给羊肉串挠痒痒吧，这好像不是挠痒痒，成了好社会主义羊毛了。昆桑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当事情开始的时候就不能停下，一旦停下就会浑身难受。那今天必须给羊肉串的毛全薅了。剃完毛的羊肉串好像一只没毛的狮子。池塘的改造也成了一场工作。1个月后，昆桑给池塘带来了50只螃蟹。进入池塘后，它们会躲在石头缝隙中，吃掉一些食物残渣和藻类或者水草，而死掉的螃蟹也会被其他生物分解。前2年，昆桑总想改变自然，靠自己的理念去打造一个池塘，控制藻类，让生态环境里的动物们按照自己想象中的去共同生活。实际上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站在上帝视角，让一切服务于人类的想象，这样只会更累。无论如何，人类都无法改变大自然。就像池塘边经常出现的保护鸟类，就让池塘里的鱼儿数量越来越少。这次昆桑买来一些河蚌，河蚌可以过滤水中的微生物和藻类，而一些小鱼，比如螃皮鱼，跟河蚌也是共生关系。螃皮鱼会把卵产在河蚌中，让河蚌帮它带孩子。想让一种生物就改变一个生态环境，那本来就很难，除非是入侵物种。在生物多样性上，昆桑还给池塘带来了鲻鱼苗。这种小鱼也是以藻类为食，体型有点胖，也叫乌头鱼，小小的一只。这是生活在海里的一种鱼，当繁殖季节的时候也会逆流游回淡水生长，在海水和淡水中都能生存。这生存技能确实很厉害。把它们扔到池塘里，它们的颜色还真的比其他鱼亮很多。我们在养鱼的时候，经常会养一些外来鱼，而忽略了一些本土鱼。这次昆桑给池塘带来了本土的一种鱼，这鱼长得又像蛇，又像泥鳅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本土的原生鱼，黄鳝最大可以长到接近2米，喜欢在泥巴里挖洞，看起来也挺像一只鳗鱼的。它的身体也会变色，当它在原生地时，颜色会变得很深，和泥巴的颜色很相似。把它放进池塘里，可能就会消失不见了，像蛇一样在水里游动。为了定期给池塘补充鱼饵，昆桑还买了100只泥鳅，滑不溜秋的，非常难抓住。这装泥鳅的盒子被鸭子看到了，它们可能是口渴，都围过来找水喝。
坏了，水没喝完，泥鳅倒是被吃光了。在2年半的时间里，昆桑给池塘里添加了很多鲟鱼，可是在水下拍摄的过程中只看到了一条，其他的鲟鱼呢？昆桑找遍了石头缝隙，也没发现其他鲟鱼的影。比它们大的锦鲤是不会对鲟鱼产生威胁的，有一种可能就是被黑鱼吃掉了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小野鸟们。在监控录像上，昆桑又发现了翠鸟和苍鹭的影。有保护，谁都了不起；有勇气，就会有奇迹。谢谢。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荒山上打造了一个生态池塘，为了安置鸭子们，让鸭子有游玩的地方，昆桑在山坡上还打造了一个小池塘。可是这个看似善意的举动，实则成了鸭子的乐园，水都被他们弄得黑绿黑绿的。看到这里的你，或许已经开始琢磨，昆桑到底在水里养了啥鱼，才能跟这些鸭子和平共处？告诉你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鸭子，它们调皮捣蛋，甚至连昆桑用桶子取水的时候都会钻进去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昆桑在水边种了一些植物，然后又扔了一些水浮蛹和水葫芦进去，希望能改善水质。可是这就像是往无底洞里倒水，困难重重。然而正是因为这样，才有了挑战的乐趣。7月份的某一天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昆桑的心情却出奇的好，因为池塘里新添了一员猛将，一只猛鱼。这家伙的脑袋看起来简直就像乌龟，身上有着黑白相间的斑点，就叫它小白吧。小白是一种特殊的鳗鱼，一般很少见，池塘里的小鱼正好可以作为它的美食。而对于这么大的家伙，鸭子们也不会对它构成威胁。小白顺着雨水游进了池塘，然后藏身在石头缝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来看看鳗鱼，发现它躲在满是藻类的石头缝中，就像鲶鱼一样，它们喜欢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，然后露出小脑袋来捕捉猎物。小白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条蛇。这个池塘不仅是鸭子们的乐园，还是小羊们喝水洗澡的地方，所以要保持水质实在是太难了。3天之后，池塘里又迎来了新的成员，5只鲟鱼宝宝。这些鲟鱼喜欢在冰冷的水中生活，在高温运输的过程中似乎都有些扛不住，快要挂掉了。它们的状态并不好，需要赶紧放入池塘里。这些鲟鱼长得像淡水的鲨鱼一样，皮肤坚硬，鸭子们应该也下不了口。它们游动起来非常好看，但是一旦放入池塘后，就很难再找到它们的踪影。10天过去了，在接连下了几天雨后，鸭子池塘里的水变得清澈透明，有了大树的遮蔽，水温也不会过高。站在池塘边上，一眼就能看到水里的鱼儿。白天看不到鳗鱼和鲟鱼的影子，也许它们只有在夜晚才会出来活动吧。夏天天太热，而且是咸带鱼，虽然长得像带鱼，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带鱼。这4条银龙鱼长度达到了20厘米，身体呈现出淡淡的黄色。原来鱼儿也是会发出声音。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，能够迅速地捕捉水面上的昆虫，把它放入鸭子池塘里。游泳的姿态非常帅气，一边摇摆着尾巴，一边向前游动。与锦鲤相比，龙鱼显得有些胆怯。考虑到这条鱼所生活的环境温度，到了秋天可能就得把它转移到室内的鱼缸里。再看看那些鸭子们在水里嬉戏打闹，对这些大鱼们没有任何影响。1个月过去了，鸭子池塘变成啥样了？好家伙，水浮蛹已独霸水面，水下世界都看不见了。那就拿出摄像机放到水里瞧瞧呗。哇塞，这里面竟然藏了好多锦鲤和小野鱼，那龙鱼呢？咋就找不着了呢？原来呀，水面全被水浮蛹盖住了。按理说嘛，这种没水流的池塘，水生植物疯狂生长，能吸收水里的有机物质，给鱼儿们提供氧气。水葫芦已经消失无踪，大概是被鸭子或锦鲤吃光了吧。那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家伙们对水浮蛹似乎并不感冒，也许是因为口感不佳吧。就在这时，大池塘里也迎来了新伙伴。原本这个大池塘就是为了养黑鱼而建的，可现在要找到那条黑鱼可得凭运气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居然还有一种黑鱼，颜色没那么深，在水里一眼就能看见。昆桑在万能的网络上淘了一只名叫白乌鱼，白色的黑鱼，这到底算白鱼还是黑鱼呢？管它黑鱼白鱼，好看才是硬道理。不得不说，这白乌鱼简直就是黑鱼的美白版，跟黑鱼
几乎没差别，只是颜色换成了白色。物以稀为贵，白乌鱼数量稀少，自然显得更为珍贵。将它放入池塘，果然引人注目。在昏暗的水下游弋，一眼就能看到它。2个月过去了，到了9月份，夜晚最低气温已经降至20度以下。对于龙鱼来说，这可不妙啊！毕竟人家可是热带鱼，得在天气转凉前把它捞出来。这池塘虽然不大，只有3米多长，但想要抓住一条鱼，那可真是难如登天呐。那咋办呢？当然是不能饮了，赶紧开动抽水机。1个小时过后，水排的差不多了，终于看到了龙鱼的身影。哎呦喂，想不到这小池塘抽干了水之后，鱼儿还挺多的，不过还是没见到鳗鱼，不晓得它躲哪儿去了。这儿倒是发现了一只黄色泥鳅，龙鱼也轻松的被抓住了。在阳光照耀下，它变成了金黄色，体型也稍稍长大了一些。可惜的是，只能在池塘里待上短短2个月，是时候给池塘加水了。就在这时，昆桑发现了那只鳗鱼，他竟钻进石头缝里，在那儿打洞安了家。只见他匆匆一瞥，便迅速躲了起来。或许是水位下降，把他从洞里逼了出来。趁着加水的机会，水变得浑浊不堪，小白趁机浮出水面。此刻捕捉起鱼来可就更加方便了。小白也趁机吃到了美味的泥鳅。在池塘底部发现的这个大河蚌也是大的出奇，足有手掌大小。仔细观察池塘边缘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鱼刚孵化出来。面对鸭子和各路大鱼的威胁，这些小鱼还能顽强生存下来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池塘重新注满了水，鸭子们又可以欢快的嬉戏玩耍了。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荒山上打造了一个生态池塘，在雨中欣赏池塘，水面泛起细微的涟漪，仿佛为大自然奏响了一曲清新的乐章。山坡上还开辟了一片地，这里设置了农场，是养了2只驴子，还有一些波兰帽子鸡。帽子鸡产下的蛋孵出的小鸡，在一点点的长大，已经可以跟着妈妈找吃的了。今天昆桑打算给小鸡们准备一个特别的食物，那就是鸡蛋。把鸡蛋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放入开水中煮熟，喂给小鸡吃。听说可以增强小鸡的免疫力。小鸡躲在鸡妈妈的身边观察世界，好像对什么都很好奇。把蛋黄先扔给它们，小鸡们并没有马上就开始吃，在看着鸡妈妈吃了2口没事后，小鸡们也有了反应。鸡妈妈吃完鸡蛋后的反应有点奇怪，它好像没吃过煮熟的自己的蛋，越吃反而有点上头。面对美味的蛋黄，鸡妈妈的做法是自己先吃饱，才有力气看孩子。吃饱后的小鸡们都躲进了妈妈的翅膀里面。2个半月后，昆桑收养了一只孔雀，想把它是养在农场里。这只孔雀还没成年，它吃什么呢？昆桑喂给它的是五花肉。孔雀是杂食性的动物，但是这只小家伙却非常喜欢吃肉。这只孔雀在繁殖基地生了病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还会流鼻涕，一直张开嘴，无法正常呼吸，差点就死了。如果呼吸不畅，就会一直张着嘴巴呼吸。给它喂食动物专用感冒药后，看起来好了很多，吃起东西来也很有食欲，一次可以吃100只大麦虫。这有一只大麦虫从饲养盒里溜了出来，对大麦虫来说，这就是生命的奇迹，还是没能逃过命运。到了秋天，锦鲤的喂食量会增加，水温变凉后，它们的进食也会变少，所以在秋天得多喂食，让它们长点肥肉，可以储存过冬的能量。据说锦鲤可以长到1米长，鱼食散落的哪里都是，这样里面的一些小野鱼也都可以吃得饱饱的。这次昆桑带来2个袋子，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？2年前放进去的小王八，很久都看不到它们了，也不知道它们是死是活。现在昆桑打算直接放进去2只已经成年的王八，这只一看就是铁锤，而这只是小黑。王八怎么分辨男女呢？尾巴长又粗的是男生，尾巴短小的是女生。小黑脾气暴躁，喜欢咬人，所以抓它的时候必须戴上保护手套，顺着它的后壳抓起来，它就没办法反抗了。小黑看起来很温柔，但是被它的小嘴来上一口，可能会让昆桑终身难忘。观察完后就可以把它们扔进池塘了。游泳姿势好像一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，进入这个大池塘后也是瞬间就消失了。把相机放到水下，
看了一圈，没有看到王八的影子，倒是看到了这条白乌鱼。小野鱼们往往都是比较谨慎的，只有这些锦鲤每次看到相机都会围过来，因为他们知道会有好吃的。这只鲟鱼长得挺大了，这边也有成群的小野鱼。石头和池塘底部长着大量的青苔和水草，这给小鱼们提供了很好的生态环境。昆桑拿出一个地笼，在里面放入一些掺杂了五花肉的鱼食，看看有什么鱼会上钩呢。过了一会儿，锦鲤们闻着味慢慢的过来了，但是他们都不靠近地笼，而是在附近闲逛。20分钟后，一群小野鱼在地笼附近集合，一只大鱼的影子出现在画面右边。本来昆桑以为是那只黑鱼，原来是之前放进去的只鱼苗。它们成群的在地笼附近出现。30分钟后，最终的 BOSS 出现了，是一只黑鱼。它会不会进入地笼里呢？好家伙，它是不是察觉出来不对劲了？很快就游走了。把地笼拉起来看看，一条鱼都没抓到。小鱼们可以逃过人类的地笼，却逃不过大自然的安排。在看了监控画面后，一只苍鹭出现在池塘旁边，和一只大鲶差不多大。当昆桑跑到池塘跟前的时候，苍鹭张开翅膀飞走了。它飞得并不远，站在几米开外的大树上，凝视着池塘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现在又到了报数的环节了。池塘里大尺寸的锦鲤原来有20多条，现在看到的只有10多条。只要昆桑一走开，这苍鹭就会飞回来。在岸边盯着锦鲤很久后，苍鹭差点滑倒。你搁这碰瓷儿呢？几分钟后，在看到苍鹭的时候，他嘴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。看来这小子已经得逞，鱼也不是那么好抓的。看了很久的监控画面，苍鹭也就只抓到了一只。这次苍鹭来到画面的左边，看得出来它很饿了。但是成群的锦鲤在水里游来游去，它却没什么好办法。苍鹭只能走到水草多的地方，嘴里叼了个东西走了出来，看起来是只泥鳅。既然不是昆桑的鱼，那就尽情的享受美味吧。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